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低语，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你在别人眼中的印象啊，你给别人留下别人是如何看待你们的，你给别人留下了怎样的印象？那在我们面前呢有四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第四组牌。那么这一组占卜呢，四组牌分别来自于四套不同的塔罗牌啊。左边的这一组呢是深渊塔罗，第二组牌呢是女巫塔罗，第三组牌呢是最经典的韦特塔罗，第四组牌呢是缥缈塔罗啊。大家可以根据你们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啊。那第一组牌的话，我们这个选择的抽的塔罗牌呢是这个深渊塔罗啊。深渊塔罗的话，因为整个塔罗牌它是黑白色调的，所以说你在别人眼中的印象呢会多一些沧桑、忧郁还有内敛。所以说你们在就是这组牌面上的话，你在别人眼中的印象，它多多少少会让人有一点捉摸不透的。因为你们就是抽到这组牌对应的一部分人啊，你们可能喜怒不形于色，你们不会把所有的表情都写在脸上，所以说抽到这组牌的你们其实是偏理智的，你们可能比周围的人都要更早的成熟。所以说我看到啊，就是因为你们的这种理智和清醒啊，可能会为你们带来一些孤独，因为你们是有一点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当中。而且因为你们可能最近啊有一些极度的禁律，因为你们最近可能有一些极度的禁欲和自律主义啊，所以有的时候你们可能会刻意的把自己生活当中的色彩掩盖。那么我们第一张牌呢是 King of Cups 啊，圣杯国王。你们在别人眼中呢似乎总是在等着某个人。或者说有一些事情你们总是会比别人更早一点去准备啊，总是在路上，总是在未雨绸缪，总是在奔波，也总是在等待。当别人看到你们的时候呢，你们早已整装待发，准备远航。所以说这个圣杯国王可能你们一直都在漂泊吧，不断的从一个地方去到另一个地方。那么这张宝剑二呢，就是你们在别人眼中的话，你们对自己的身份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纠结，或者说你们在别人的眼中可能有一点选择困难症，非常容易纠结啊。我觉得抽到这组牌的你们，可能你们天秤的这种能量会比较强一点。而且呢，宝剑二的话，就是你们对自己身份的认定会有一些困难，就是你们手上的两个面具，可能是你们在带着两种身份在生活。那么第三张牌呢，权杖骑士啊。权杖骑士的话是你们似乎对一些东西特别的着迷，沉浸其中，这是你在别人眼中的样子。你们会在有的时候会非常专注在一些事情上面，或者说沉浸其中的样子。也就是说别人眼中他们能够感觉到啊，你们看到的世界和他们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他们会有一些不理解啊你们在关注的这些东西，或者说你能看到他们看不到的东西。那么第四张牌呢 King of Pentacles 星币国王。这张牌蛮有意思的，这个是你们在别人眼中的形象，会很慷慨很大方，愿意分享自己所拥有的一些美好的东西。就是星币国王呢，在你们的身上，你们总是可能说你们走到哪里，你们就是一个在别人眼中是一个资深的吃货，你们总是对接下来要吃什么抱有浓厚的兴趣，而且你们身上可能也会带着一些总是会带着一些奇奇怪怪的零食，这种感觉。那么第五张牌呢是 Ten of Cups 啊，圣杯十。你们在别人眼中的话，你们总是能够在别人困难的时候伸出一把手，就是可能你们不是那个锦上添花的人，但是你们是那个雪中送炭的人，就是你们在别人眼中是一个可以信赖的、可以依赖的人，尤其是在别人困难的时候。那么第六张牌呢
Five of Cups 啊，圣杯五。这个圣杯五的话，你有的时候可能会把自己封闭起来，你身边的人也能够觉察到，可能你在极力的掩饰这种状态，但是别人会从你的肢体语言，你从你的眼神，从你们的状态当中能够看到，你们有的时候是会有这种自我封闭的倾向和趋势的。所以我在解牌的时候就说过啊，你们其实会有一点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当中，所以你们会尝试着把最好的一面留给别人，但是把忧郁的感伤的一面留给自己。所以你们在别人的眼中呢，总是躲在角落当中，一个人消解那些痛苦。第7张牌呢 ，Nine of Cups。你们有着某种独特的爱好，能够让你们沉浸其中啊，能够让你们享受在当下。就是你们在别人眼中，其实也是一个热爱生活的、安静的、不喜欢吵闹的这么一个人。你们总是在安静着做着一些事情，安静的听歌，安静的享受，总是在闭目养神。那么这张 Six of Wands， 权杖6啊，这对应的是你们在一部分人眼中的形象，就是他们对你的印象呢，是停留在你生命当中某个非常精彩的瞬间，可能是某个演出他们对你的这样的一个印象停留在了谢幕的这一刻。就是说你们在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有过一些很精彩的瞬间，所以说你在大部分人眼中的这种印象，可能它会就是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模糊的，但是呢有这样几个非常精彩的瞬间会一直留在别人的脑海当中。可能还有就是你在别人眼中的一种形象呢，它可能是他们对你最深刻的印象是你在和他们告别的时候，你的这种印象停留或者说定格在了你和某一些人见的最后一面上面，就是他们有一些人对你的印象已经模糊了，但是唯一清晰的是你在和他们告别时候你们说过的一些话，或者说你们曾经有过的一些记忆。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那么第二组牌，首先我们抽到的这个权杖9啊，你们在一部分人眼中可能会有一点害羞或者说内敛，而且权杖9的话，你们在一些人的眼中可能会非常害怕一些东西，比如说一些生物啊，一些虫子啊、老鼠啊、恐怖片等等，就是你们留给一些人的印象呢，可能会很胆小，对于一些事情会非常的敏感啊。那么这张皇后呢，其实是你在大部分人的眼中啊，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存在。它是有一种皇后本身是有一种丰盛和富足的特质的，你会给人一种很优雅、很富足的感觉。也就是说，无论你们的家境如何，你们身边的人都会觉得你们从小到大成长的环境非常的优越，因为你给别人的第一印象会很好。所以皇后牌，你在别人眼中是一个很受欢迎而且别人会默认你们身边永远有人来追求你们，对，所以皇后，就是别人会默认你们的生活当中永远都不缺桃花因为你们有着很强的这种皇后的能量和特质，而且呢，你们在别人眼中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喜欢小动物的这样的一个人，皇后的这种特质呢，它是为爱而生的，所以说在别人的眼里，你们能够不断的得到爱，又能够把这种爱分享出去对于你们来说，唯有爱与家庭是治愈一切的良药。那么这张星币6呢，它其实，你们在别人的眼中会非常乐于分享，有着很好的人缘和广泛的人脉，并且呢，这个正义牌就是说，一个是星币6，还有一个是正义牌，就是你们会有着很强烈的正义感，非常朴素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很强的良知所以说你们在很多事情上面，绝对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在别人看来，你们永远会站在弱势群体的一方，为他们而发声。任何不公正的事情，只要你们看到了或者遇到了，你们都会出一份力，发一份光。所以星币6
和正义牌这两张牌结合来看的话，你们可能会做过一些慈善啊、捐款啊，或者说用实际行动来帮助一些弱势群体，来让他们走出困境。那么这个权杖王后呢，其实是你们出现在别人眼中的形象总是非常的光彩照人的，因为你们自身有着很重的偶像包袱，所以权杖王后，你们在别人眼中会有着很好的衣品啊、衣着和品味。那么这个权杖王后呢，你们可能会比较偏爱一些很鲜艳、很明亮的颜色，这和你们的性格是相辅相成的。抽到这组牌的你们和第一组牌有很大的不同啊，因为这组牌的你们性格层面会更明亮、更温暖、更阳光。那么第6张牌呢是这个圣杯3。圣杯3的话，在别人眼中你们可能总是成群结队的出现，就是你们的身边总有你们的好朋友啊，或者说你们的伴侣啊，陪着你们出双入对。我觉得从这张牌可以侧面的看到你们有着很好的人际关系，就是在别人眼中你们是一个非常看重友情的人啊，甚至友情在你们的心目当中啊，它的优先度要大于爱情。那么这个审判呢，审判其实是就是在别人的眼中啊，有一些人他们会认为你们自身就是有这种锦鲤体质啊，总是能够有惊无险的通过一些考试啊，而且呢，在别人眼中你们会就是状态会很好，很佛系，即使在迎接到一些重要的考试的时候，你们也能够很自如的去调整好自己的状态，至少在别人眼中是这种形象，就是你们会很从容，无论在任何事情当中都是如此。其实审判它有一种举重若轻的感觉，就是你们即使在面对很大的挑战，也能够让自己冷静下来。而且审判牌给我的感觉就是审判其实它本身是很严肃的一张牌，但是你们呈现出来的状态呢却很从容。我觉得可能你们越是处在一个失控的边缘，你们就越理智、越清醒，越能做出最正确的选择和判断。所以你们就会发现有一些事情可能你们越放松，你们就做得越好啊，你们的发挥就越好。你们越不在意的一些事情，最后结果反而会出乎意料。它是你们在放松的状态下，往往能够发挥出自己最好的实力。所以说这张审判呢，其实我觉得更像是一种，对于你们的在接下来要应对的考试啊，或者说你们的感情上面，你们处理的这种举重若轻的态度，能够帮助你们，或者说在别人眼中你们拥有这种很宝贵的品质啊，能够每一次都让你们化险为夷。那么这个身为侍卫呢，他是在别人的眼中，你们好像总是能够找到令你们感到愉悦的事情啊，在别人眼中，你们是一个很擅长自我取悦的人。而且圣杯侍卫的话，你们在别人眼中是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人，有着一些很特立独行的观点，或者说某种非常小众的爱好，并且能够乐在其中。所以说这张圣杯侍卫呢，其实我看到你们在灵魂深处是非常渴望用某种方式来表达和展示自己的。所以总的来看的话，这组牌你们带给周围人的感受是非常正面的，非常温暖的，毫无保留，真诚且坦荡。你们活在阳光下。可能说你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自己身上所具有的这些非常珍贵的特质。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啊。那第3组牌的话，我看到你们在别人眼中的印象啊，它其实是有着巨大的分裂的，因为你们在生活和你们在学习和工作上面所表现出来的状态，或者说留给别人的印象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就是你们在别人眼中的印象，就好像你们在读书的时候，
可能周围的人都觉得你们不怎么努力，但是成绩下来你们往往还是那种能考得不错的人。所以说这组牌抽到这组牌的你们，其实你们拥有比别人更强的学习能力，也能够更快的掌握一些学习方法和学习技巧，所以你才能够在别人眼中能够轻而易举的达到你们的目标，甚至是别人可望而不可及的一些东西。那首先呢，这个星币10啊 ，Ten of Cups， 就是你们在别人眼中是一个很幸福、很圆满的存在，身边的人甚至会羡慕你们有一个好的家庭，或者说好的成长环境啊。因为星币10它本身就代表的是一种圆满啊。抽到这一组牌的你们，你们各方面的条件都是不错的，并且呢，你们拥有的很多东西啊，其实是别人所梦寐以求的，你们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是有一些人他们是拿你在当做他们的榜样的，或者说拿你在当成他们的追逐的目标的。那么这个星币侍卫的话，就是你们是属于那种一旦交朋友或者说谈恋爱就会掏心掏肺的，很真诚。对于你们来说，人际关系是没有技巧的，真诚是必杀技，所以说你们对待一段关系很真诚，你们也喜欢那些同样真诚的人。我觉得这个星币侍卫它比较宝贵的一点，就是你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经历了很多的虚情假意啊，但是你们还是能够一如既往的保持你们的真诚和浪漫，这一点是比较可贵的。那么这个星币侍卫呢，它是你们在别人眼中是一种很善于表达啊，甚至你们可能会有一点自来熟啊。就是水象特质的话，它是携带着一种很亲切、很温和的特质的。你们是一个很有亲和力的人，在别人看来，就是你们，而且你们也很会表达，很会说话。你们跟谁都能够聊到一起去啊。你们似乎能够猜到别人心里在想什么，你们也总是能够说出符合别人期待的、别人想听的话。那么这个圣杯侍卫呢，就是你在别人的眼中，似乎你们的出现总是能够带来好消息，或者说你们的出现总是能够伴随着好消息，所以说你们在一些人的眼中其实是很幸运的存在啊。那这个圣杯侍卫的话，它还有一种就是在很了解你的人的眼中，很熟悉你的人的眼中，你们是一个浪漫到有一些幼稚的人，就是他其实是会有一种刻在骨子里边的天真的。那么这个愚人呢，也是他只是在对一部分人来说，就是非常非常熟悉、非常非常了解你们的人的眼中，你们的形象就像这个愚人一样，他们有的时候会觉得你有一点傻傻的可爱，有一些幼稚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也总是会觉得，虽然说你在人际关系当中很真诚，但是却总是吃亏，尤其是在谈恋爱这方面。而且呢，愚人的话说明你们的情绪是很容易大起大落的，总是在极度乐观和极度悲观之间摇摆。愚人其实你们是非常喜欢自由的，不喜欢被管教和束缚的这样的一个人，你们向往的感情状态也是随心所欲的。所以我觉得你们不仅仅喜欢自由，你们也有能力去选择这种随心所欲的生活。那我们下面抽到的这4张牌呢，其实是你们在别人眼中一种完全不同的形象，就是如果对应到你们的学业或者说事业发展上面，你们有着非常明确的计划和强大的执行力啊。权杖国王就是你们很有主见，很有想法，尤其是在自己的人生发展上面，不会人云亦云，也不会随波逐流啊。你们有着自己很坚定的内核，明确的目标导向。那么这个魔术师呢，他是一种非常坚毅的果敢的性格特质啊。这组牌的你们在学业和事业上给别人留下的印象呢，就是说到做到，说一不二。一旦你们认定的事情呢，你们就不会轻易的退而求其次。所以说魔术师其实你们在别人眼中是一个很骄傲的存在啊，有着很强的自尊心，不会轻易的认输。而这个权杖6和宝剑骑士，你们其实是很拼的，尤其是在自己的事业和学业上面，就是可能在别人眼中你们看起来毫不费力，但是实际上你们付出了巨大的心力和时间成本。就是我在宝剑骑士这张牌里边看到了一种勇敢，就是你们是敢于挑战自己，敢于踏出舒适圈的，
尤其是你们认定的事情，你们就会全力以赴啊。所以抽到这组牌的你们，我感觉你们是那种遇强则强，就是不会轻易的认输，尤其是在逆境当中，你们才能够觉醒啊，才能够奋起直追。但是，一旦环境变得安逸下来的时候呢，你们就可能就会变成这个愚人啊，非常容易在顺境当中躺平。所以你们在别人眼中的印象呢，总的来说是有2种极端的。你们在生活上面是非常随和且平易近人的，但是呢，一旦在你们的这样的一个事业和学业上面，一旦谈到你们想争取的一些事情上面的话，你们就会展示出你们的侵略性，并且全力以赴。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4组牌。那第4组牌的话，首先我们抽到的这张女祭司，你们是属于那种别人看着有一点高冷，但是其实很好相处的人。女祭司有一种超乎常人的敏感和冷静，能够临危不惧啊，处变不惊，就是在外人看来，你们随时可以掌控全局。而且女祭司给别人的第一印象呢，有很高的文化修养。会感觉你们有很强的主见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说你给别人的第一面印象的话，可能会觉得你会给人一种疏离感啊。当然这是第一面印象，就是会感觉有一点难以接近啊。但是其实高冷只是你们的一种伪装，因为你们是有着自己的社交面具的，你们会主动的屏蔽掉那些你们不喜欢的人。所以说在外人眼里，你们可能有的时候会情绪波动很大，而且呢，你们的喜怒哀乐啊，或者说情绪，有的时候会写在自己的脸上，被别人第一时间觉察到。所以说这个圣杯5的话，当你们真正感到难过的时候，你们只想一个人自己待着，所以说有的时候会刻意把自己封闭起来。那么从这个太阳牌可以看到啊，你们带给别人的感受，你们的内核依旧是温暖的。所以说虽然说你们表面上看起来是女祭司，但是实际上你们依然是心向阳光的。所以这组牌的话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可能是那种高敏感体质啊，可以因为一件小事就崩溃大哭，但是也可以咬着牙坚持很久啊。你们能够看到琐碎的美好，又能够知足常乐。所以说这组牌的你们可能在不同的人眼中，你们有不同的形象，或者说你们有着不同的人格面具啊，你们只会给别人展示你们想给他们展示的一面。所以说这个星币8呢，它是你们在一部分人的眼中，你们是很认真的，又很较真啊。无论做什么事情，其实你们都会有一种根植在血液当中的完美主义。所以说你们在别人的眼中，有的时候可能有一部分人会觉得你们有一点固执，有一点偏执，但是呢他们又会有一点佩服你们自身性格当中的这种坚韧啊。所以说我感觉抽到这组牌的你们，可能金牛的这种能量会比较强。而且呢你们在别人眼中的话，其实是有一点捉摸不透的，因为你们的情绪变化会很极端。你们给别人的印象完全是由你们自己的心情决定的。所以说星币2的这种感觉呢，可能就是一直在一条钢丝上行走，小心翼翼的去维系着某种平衡，但是每次你们又能够成功的去化险为夷啊。所以说在你们身边人的眼中，你们总是在挑战自己啊，总是在做着一些很高难度的事情。而且呢你们是一个很害怕无聊的人，所以说你们总是在给自己的人生找到一些能够刺激你们的很刺激的一些元素吧，不断的在挑战自己。所以说这个星币2还有这个星币侍卫呢，是你们所呈现出来的2种完全截然不同的状态。这个星币侍卫呢，是你们安静下来的一个状态。那么你们在别人的眼中呢，就会有一点静若处子，动若脱兔的感觉。而且呢宝剑骑士的你们的身上啊是有着一层厚厚的铠甲的，就是你们凡事都很要强，
有着很强的自尊心，很骄傲又不肯妥协，有的时候呢就会让别人感觉到你们会很累很疲惫，又不肯轻易打开自己的心，在一些事情上面会逞强，就是这种逞强的话是能够被你们身边人看到的，但是呢你们身边的人又是绝对尊重你们的，就是即使他们看到你们在逞强，也只是默默的心疼你，他们可能不会用，他们会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帮助你，但是绝对不会告诉你，因为就是在你们身边有一部分人是能够看穿你们所有的脆弱的。所以说我觉得抽到这组牌的你们是可以说是幸运的，因为有一群人就是在你们身边有这么一些人，他是在真正的关心着你们的，他们会很了解你们，他们能看到你的脆弱和无助，但是他们不会说破，但是会默默的陪在你们的身边。所以说你们这组牌是幸运的，抽到这组牌的你们是幸运的，就是你们的身边，你们很清楚有这样的一群人在无条件的支持着你们，陪伴着你们，爱着你们。那么这个宝剑9呢，就是你们的情绪啊，经常会非常的焦虑啊，因为你们是一个深度的完美主义啊，所以说你们经常会因为一些细节而纠结，会纠结自己是不是有件事情没有做好，一句话没有说好，而在晚上辗转反侧，所以抽到这组牌的你们啊，你们是如此的完美，又是如此的不完美，你们对于完美的要求，让你们总是过度的关注自己身上不完美的那一部分啊，但是你们其实忽略了你们自己本身已经是一个奇迹了，所以说放下一些心理包袱，现在的你们正在变得越来越好。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